中西醫協作即係中西醫藥結合治療，兩種唔同嘅醫學理論點樣互補先可以達到最大嘅效果呢？今集我哋好開心可以邀請到臨床腫瘤科醫生歐醫生 Hello， 同埋註冊中醫師黃博士 Hello， 同我哋一齊講下中西醫協作。講起中西醫協作，其實雙方係點樣合作㗎？歐醫生，其實中醫同西醫都係兩套好唔同嘅系統嚟嘅，所以合作方面咧，其實我哋需要有一啲共識。中醫嚟講，佢係較為喺呢個長期嘅健康管理方面，同埋係症狀方面係比西醫優勝。但係西醫嚟講咧，佢哋對於嗰個病理嘅分類啦，同埋嗰個臨床嗰個數據同埋實證咧，就較為優勝。所以喺兩套嘅醫學嘅方法裏邊咧，如果我哋可以建立一個係雙方都可以接受嘅臨床指南或者一啲共識，呢個係對於嗰個病人嘅整體管理咧係非常之重要。咁喺中醫角度，黃博士你係點睇呢？其實咧頭先歐醫生講嘅好正確㗎，以癌症做一個例子啊。咁其實我哋而家好多時候咧都病人做主導嘅，因為佢可能咧冇一個轉介嘅機制，咁自己睇一個中醫或者睇一個西醫，咁喺一個唔安全嘅情況底下咧，其實都面對唔同嘅風險。咁其實中西醫協作咧係雙方有點樣互補對方嘅治療方案㗎？黃博士，咁早喺我哋講緊香港中醫藥即係嗰個規管立法嘅年代咧，其實好多病人咧有一個病種普查見到咧。其實24% 嘅病人咧，其實除咗睇即係西醫傷風感冒之外，原來佢都會睇中醫睇啲傷風感冒或咳嗽。咁有23% 病人咧睇腰背痛啦，或者講緊可能其他嘅痛症處理。咁其實睇中醫呢班人入邊咧，其實有30%嘅病人咧，亦都有呢個高血壓啦，同埋有糖尿病。咁所以你會見到咧，唔係淨係癌症，其實好多時候咧啲痛症啊，或者慢性疾病管理咧，其實香港嘅中醫師咧係好得香港市民嘅歡心㗎。啱啱施政報告出咗台啦，咁其實醫管局喺2017年啦，其實佢有中西醫協作嘅，即係講緊範疇，包括呢個中風啦、癌症舒緩治療啦，同埋呢個腰背痛。咁而家最新嘅就可以擴展埋係癌症治療啦、胸肺嘅疾病啦，同埋講緊關節性炎入邊去幫助唔同嘅病人。咁唔少人咧就會覺得西醫咧就係治標，而中醫咧就係治本嘅。咁又想問下歐醫生你點睇呢？呢一點我係絕對唔同意㗎，因為中醫、西醫其實佢個治療目標咧都係想延長病人嘅生存時間啦，同埋改善佢哋嘅生活質素。咁樣我諗呢兩點咧，其實咧中西醫都係一致嘅。咁樣就西醫當然有佢嘅長處啦，佢亦都係對於個病理方面嘅分析或者係嗰個分類咧，亦都係較為精細一啲。咁樣當然亦都有佢嘅限制喺度。佢始終都係對於嗰個長遠嘅健康嗰個管理同埋嗰個係病人嘅整體健康咧，咁樣佢就係因為喺臨床研究方面咧係比較困難嘅，所以咧喺中醫嗰個係處理症狀嗰個方面咧，其實咧佢係中西合璧咧，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好嘅配合嚟嘅。咁黃博士你又點睇啊？以癌症做一個例子啦，我哋真係唔可以即係去話中藥可以幫佢控制到個腫瘤，始終一個炸彈。咁其實西醫好出名，譬如做手術啦，即係將個腫瘤切除啦。咁其實同埋有好多化療、電療標靶咧，其實佢控制腫瘤喺一個短時間內咧，真係效果好好。中藥咧喺個症狀控制上面咧，原來都有一個好大嘅優勢。始終咧癌症病人好多時候其實佢哋揾翻我哋或者其他疾病都咁，我覺得呢個治標治本咧唔係淨係單一個疾病，而係病人一個長遠嗰個治療目標咧，都希望咧可以食少啲即係藥物啊。咁中西醫協作咧喺香港嘅發展又成唔成熟，同埋我哋有冇遇到啲困難嘅地方㗎？黃博士，嚟緊嘅中醫院啦，佢亦都有個中藥檢測中心啦。咁其實中醫西醫嘅協作咧，基本上喺呢幾年啦，或者未來10年內啦，應該會漸漸地成熟啊。咁但係都面對好大挑戰嘅。咁喺西醫角度又有冇補充啊？歐醫生，有兩點，第一就係不論中醫或者西醫咧，其實都係需要全面咁掌握病人個病歷嘅。所以咧就我哋需要建立一個係基礎咧，令到佢哋可以好方便咁樣係知道病人喺不論喺西醫
或者係中醫方面嗰個治療係點樣呢？第二點咧就係中醫同西醫咧需要建立一個共識嚇。我哋知道喺內地啦，或者係甚至喺歐美咧，其實都有一啲中西合璧嘅治療嘅共識嘅或者指南嘅咁樣咧，就香港嚟講咧，我諗我哋要更加緊密咁樣去發展一啲本地化嘅係治療指南俾中醫同西醫咧嗰個合作方面咧更加容易。咁啱咧就講咗好多中西醫協作嘅概念啦，咁又想請兩位分享一下，你哋各自有冇啲難忘嘅 case 咧？有一個末期嘅肺癌嘅病人，咁樣佢最初嗰時嚟到我見我嘅時候咧，咁樣佢氣喘都好緊要嘅，照 X 光啦，我發覺嗰個肺咧就係好大量嘅積水，咁樣咧就呢個就睇到西醫嘅作用啦，因為西醫對於嗰啲急嘅症狀或者重嘅症狀咁我哋個處理咧，的確係比較快捷一啲嘅。咁我就收咗入院咧，係幫佢抽咗啲廢水啦。咁個病人就一日之後咧，就已經個症狀大大改善。根據我哋一啲內地嘅指南咧，其實咧中藥加西藥喺呢個情況之下咧，係可以減低或者係延慢嗰個係出現內藥嘅情況嘅。所以病人咧亦都去咗睇中醫啦。咁樣我亦都同中醫師有一個好嘅溝通，咁樣就一路中西合璧咁樣，咁樣咧就差唔多個病人都而家生存咗超過5年啦，但係都未曾出現一個內藥嘅情況。咁黃博士，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嘅難忘 case 啊？我可以講一個56歲嘅男性嘅一個即係大腸癌嘅病人喺公家醫院度治療嘅過程當中係好緊急，咁但係同時間發現有大腸癌兼且係肝轉移，咁搞掂咗個中風嘅情況之後咧，政府就即係基本上俾佢出院啦。咁但係因為佢個病都較為危急啊，咁所以亦都冇任何嘅化療藥可以幫到佢，因為驚會令到佢個中風嘅情況更加惡化。咁所以佢就揾我開中藥。咁開中藥嘅過程當中，大概2至3個月到啦。咁因為佢都有返政府醫院繼續做影像啦。咁我開始見到啲癌指標咧開始飆啊，咁我就開始要求救。咁好在就香港有好好嘅腫瘤科醫生啦，都幫手。咁就發現原來私人市場入邊有啲新嘅西藥咧可以幫到佢手。咁亦都呢隻新嘅西藥咧同中醫師一齊夾咯。咁個病人原先咧嗰個即係講緊預測嗰個日子得3個月，但係佢有延長到1年咯。我哋見到中西醫結合咧，原來對一啲複雜嘅疾病咧，如果同西醫有一個好大嘅溝通，同埋香港有好多新嘅西藥咧，其實真係會對癌症病人嚟講咧一個好大嘅益處。大腸癌係全球3大癌症殺手之一，近年有明顯嘅年輕化趨勢。中西合璧點樣抗癌先至可以有最好嘅效果呢？咁我想請教下歐醫生啦，咁其實咧大腸癌有咩治療方案㗎？大腸癌嘅治療咧，其實最重要就係佢個分期。如果係早期嘅話咧，手術都係嗰個治療嘅最基本嘅。做完手術之後咧，如果發覺有啲風險因素，譬如擴散淋巴核啊，或者有血管或者係淋巴管道嘅即係侵佔啊，好多時咧都會加埋做化療或者係甚至要做放射治療嘅。但係如果到咗第4期，即使一開手已經有轉移嘅情況咧，咁我哋就會做一個基因嘅檢測，將個腫瘤咧更加仔細咁分類，咁樣就決定於咧用咩嘢化療藥同埋嗰個標靶藥物治療。咁又想請教下黃博士啦，咁其實係喺醫呢個癌症嘅時候，你哋中醫角度係咪主張係做一個輔助嘅角色，而唔係直接殺死癌細胞㗎？其實咧喺現代嘅科學嚟講咧，有啲中藥咧真係有抗癌嘅成分嘅，咁但係佢個成分嘅濃度咧始終冇西藥咁犀利，咁所以佢係中藥唔係西藥嚟嘅。咁所以你話中藥係咪真可以殺死癌細胞咧？呢個就真係唔得㗎。咁但係我哋頭先講咗，真係同西醫去合作喺研究上面咧，反而咧對嗰個生存期啦，嗰啲化療、電療、標靶嗰個耐藥性咧，唔好咁快出現咧，咁先至幫到手。咁所以我哋唔係成日話邊個行先邊個後，而係點樣好似跳舞咁，即係互相配合咧，病人先至有個1+1等於即係3嘅倍數出嚟，去希望幫到癌症病人㗎。所以中西醫協作就可以兵分多路包參癌細胞啦。今集好多謝歐醫生同黃博士上嚟接受我哋嘅訪問。如果中意呢條片，記得留言話俾我哋知，同埋 like、share 同 subscribe 我哋健康專家。下次見，拜拜。